YouTube 秒开，延迟极低，而且几乎不占内存。这就是 Password 2在低配置路由器上的真实表现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上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了 OpenClash 安装方案，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，路由器配置太低了，带不动 OpenClash 怎么办？本期分享更轻量、更省资源的 Password 2官方部署教程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进入实际操作环节。首先，我们需要获取官方维护的软件源。访问 GitHub 的 Password 项目主页，进入 Releases 发布页面。官方提供了2种部署方式，本期教程我们采用方式1。根据文档指引，我们需要切换到 OpenWRT-password-build 仓库。这里的部署逻辑非常清晰，分为2个步骤。第一，导入 OPKG 验证密钥。第二，添加官方软件包仓库地址。现在通过 SSH 登录路由器后台，输入 SSH root 艾特 192.168.50.1 并建立连接。连接成功后，我们依次执行仓库中提供的2条指令。执行完毕后，官方的软件源地址就已经成功配置到路由器的系统配置中。这意味着路由器已经建立了与官方仓库的直接链接，可以直接调取并安装最新的依赖包与插件。回到 Web 管理界面，进入系统软件包菜单，在 OPKG 配置页面的 customfeeds.conf 栏目中，可以看到刚才添加的软件源地址已经生效。接下来点击更新列表，以同步远程仓库。在过滤器中输入 Password， 系统会返回对应的检索结果。我们直接选择安装 Password 2。此时，系统会自动解析依赖关系，并将对应的中文语言包一并安装完成。好，现在显示安装程序已经执行完毕。为了确保 OpenWRT 系统能够完全识别新写入的插件路径和菜单项，我们首先需要手动刷新一下路由器的管理后台页面。刷新完成后，我们直接看向左侧的服务导航栏，可以看到 Password 2的入口已经成功出现了。点击进入插件的主界面，大家可以看到它的 UI 布局非常直观。由于我们采用的是官方原安装方式，整个界面与系统固件的融合度极高。在正式开启服务之前，我们需要先完成节点数据的导入。进入节点设置界面，向下滑动到页面底部，点击这个添加按钮。在弹出的配置栏里，我们需要将提前准备好的机场订阅链接准确地粘贴进去。这里需要注意，粘贴完成后，请务必检查链接的前后是否有空格，确保字符输入无误。配置好备注名称后，点击最下方的保存并应用。请大家留意，此时系统只是将这个链接存入到了数据库中，还没有真正开始拉取节点信息。我们需要进入下一步，通过手动触发来同步数据。接下来，我们切换到节点订阅选项卡，在页面的下方找到这个手动订阅的按钮，直接点击执行。此时，系统会实时弹出一个日志输出窗口，这是整个配置过程中最关键的反馈环节。我们可以从日志中清晰地看到插件正在访问远程服务器，并逐步解析节点数据。看到最后显示更新了多少个节点的提示语，就说明我们的订阅数据已经成功同步到了本地。如果此时日志报错，通常需要检查你的基础网络连接是否正常，或者订阅链接是否已经失效。数据同步完成后，我们回到基本设置页面，在节点下拉框中选择一个延迟表现优秀的节点。如果你不确定哪个节点更稳，可以去节点列表里通过延迟测试来做对比。选好节点后，勾选顶部的主开关，点击最下方的
保存并应用。此时 Password 2会开始构建底层的分流策略和防火墙转发规则。最后，为了确保所有的网络策略能够在系统内核中完全生效，我强烈建议大家执行一次重启路由器的操作。这一步能彻底清除旧的配置残留，让新插件在最纯净的环境下运行，有效避免后续使用中出现奇怪的网络连接问题。重启完成后 ，Password 动态显示 Core 运行中，且谷歌连接测试返回了具体的延迟数值，说明部署成功。我们通过浏览器访问 YouTube 进行压力测试，可以看到搜索与页面加载反馈迅速。4K 视频在任意拖动进度条的情况下，依然能保持正常播放，系统整体运行非常稳定。以上就是 OpenWRT 部署 Password 2的完整流程。这种基于官方源的安装方式，能够最大程度保证插件的兼容性与安全性。如果本期技术教程对您有所帮助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持续分享更多好玩的路由器干货。我们下期再见。